冬天我们应该多吃点鸭子，但是鸭子该怎样去做才能去除它的腥臊味呢？今天我教会你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家常啤酒鸭做法。这样做的鸭子吃起来特别的香，而且一点的腥臊味都没有。最关键的是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，整道菜不但非常的下饭，而且也超级的下酒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半个新鲜的鸭子，把鸭子买回来后需要先给它清洗处理一下，将鸭子放在盆里面，再添加满温开水，用手将鸭子身上残留的鸭毛给它拔除干净。将鸭毛处理干净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把腹腔给它处理一下，把鸭子腹腔里面的一些鸭油给它撕下来去掉不要，还有胸腔里面的一块鸭肺也要给它撕下来去掉，还有脖子上的喉管，还有一些淋巴结都要给它处理干净，特别是淋巴结一定要将它反复的检查清楚，确保完全的去除干净。就这样，我们的鸭子就处理好了。接下来给它控水捞出来，再重新的添加满温开水，再一次的给它清洗一下，把鸭皮还有腹腔里面都给它里里外外的清洗一遍。我们经过反复的清洗过后，鸭子就清洗的特别干净了。接下来先给它控水捞出来，下一步将鸭子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处理一下。鸭子屁股上的臭味主要来源于这一颗东西，我们只需要将它完全的切除干净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一小颗东西，它的味道是非常重的，所以一定要将它完全去除干净。下一步我们再把鸭子给它分切成小块，但是也不需要切得太小，因为鸭子它在成熟的过程中它收缩的比较厉害的，所以要切得稍微的偏大一点点。我们将鸭子全部的砍好后，接着先给它装在盘里面备用。鸭子处理好后，我们接下来再准备些许的配料，准备少许的长线椒，把辣椒把去掉以后，接着再给它直接的改刀切成小段。把青辣椒处理好后，先给它装在小碗里面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同样的把它改刀切成小段。把辣椒切好后，接下来再准备少许的蒜苗，将蒜白给它斜刀切成小段，然后再把蒜叶给它直接的直刀切成小段就可以了。我们在烧鸭子的时候搭配少许的青蒜苗，可以让鸭子的味道得到更好的升华，味道也更加好吃。紧接着再准备小块生姜，先把生姜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小姜块。姜块切好以后，再准备几个大蒜，大蒜和姜块搭配在一起，可以很好的去除鸭肉的腥膻味，让鸭子吃起来更加的好吃。好了，所有材料准备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我们将锅烧热以后，再添加少许的油，接着把鸭子给它放进锅中，然后开中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把鸭子给它翻炒至变色，炒出多余的油脂。在这里说明一下，新鲜的鸭子一定不要去焯水，只需要给它大火直接的生炒一下，这样生炒出来的鸭子吃起来会更加的香。我们将鸭子炒出油脂后，接着再把姜蒜给它放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开中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。这一步需要先把姜蒜给它爆香，给它炒出香味。我们给它持续的爆炒1到2分钟，把鸭子和姜蒜都给它爆香。接下来再往锅里面添加一勺郫县豆瓣酱，然后再继续的用锅铲给它快速的翻炒，给它持续的翻炒1分钟左右，把酱料给它炒出酱香味。我们经过反复的炒香以后，这时候的鸭子它的腥臊味就基本没有了。
把它炒出酱香味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往锅里面添加1瓶啤酒。添加一点啤酒，不但能够去腥增香，而且还可以软化肉质，让鸭子更好更快的成熟、软烂和入味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蚝油，还有1小勺的鸡精，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再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生抽少许，最后再添加一点点的老抽增加颜色。调味过后，我们再用锅铲给它搅拌一下，把调味料给它搅拌均匀。下一步扣上盖子，用中火给它焖煮20到25分钟左右，具体时间我们根据鸭子的老嫩程度来把握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鸭子在经过20多分钟的炖煮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的汤汁也所剩不多了，而且汤汁也逐渐的变得开始浓稠起来了。这时候我们再把青红辣椒给它放进锅里面，然后开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把锅里面的汤汁给它收至浓稠。最后再把蒜苗也添加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，把青蒜苗给它翻炒至成熟。用大火给它持续的翻炒1分钟左右，把青蒜苗给它翻炒至成熟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这鸭肉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。最后关火给它盛出来，装在烧热的砂锅里面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就这样，一道香喷喷的啤酒鸭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这鸭肉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好吃。最关键的是，吃起来一点的腥臊味都没有，特别的入味好吃。整道菜不但下饭或者是下酒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下次呀，想吃啤酒鸭的时候，不要在外面吃了，改天你就像我这样子做，保证你也能做出比饭店里面还要好吃的啤酒鸭。平常如果喜欢吃鸭子的，也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美食做法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